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霸屏央视频道，26分 CVB 登顶收视女王。娃娃脸演技究竟拖后腿了吗？谭松韵的剧又在电视上出现了，不止一部。央视4套在播《逍遥》，央视8套在重播《我的山与海》，东方卫视还有以家人之名等着。3个频道，3个时段，3个不同的故事。有人把遥控器停在半空，问先看哪一部；有人早就计划好了，零食饮料摆在手边。这种霸屏现象让人注意到她收视女王这个称号也跟着冒了出来。数据在一边，争议在另一边，收视率数字亮眼，演技质疑声也没停过。这种反差让人想弄明白，谭松韵的收视号召力到底从何而来？收视女王的称号是实至名归，还是营销产物？数据透视下的王冠含金量与算法迷思。有网友根据权威的广电官方 CVB 收视率总结了2022年1月到2024年6月的成绩，采用一套算法，基础分10分，单集收视份额，央视破5%算5分，卫视破2%算3分，每高一个百分比加1分，一番女主加权众多3分，有2部及以上爆剧加3分，有铺剧减2分。据此算法，近3年排名靠前的收视女王里，谭松韵得了26分，这个分数让她排在靠前的位置。她的 CVB 成绩单看起来确实扎实。2020年以家人之名在湖南卫视拿下 CVB 189，成为湖南卫视 CVB 历史冠军。2023年归录 CVB 0575，再次拿下湖南卫视年度冠军。2024年你比星光美丽 CVB 0534，实现他5年内3夺湖南台年冠的成就。央视这边，2023年向风而航 CVB 887，位列央视8套年度第4。东方卫视那边，2022年请叫我总监 CVB 0830，位列年季。跨平台的稳定性被用来印证它的国民度和观众缘。有统计显示，2022到2024上半年女演员扛剧能力榜，谭松韵以26分力压赵丽颖、杨紫，成功登顶。数据在说话，但数据也会带来迷思。CVB 算法本身，收视率计算方式就是一道门槛。播出平台的影响，央视的广泛覆盖基础，卫视的特定受众，这些都会反映在数字里。剧目类型也是关键，年代剧、家庭剧、都市剧，题材受众不同，收视表现自然不同。唯数据论有局限性，算法算出来的分数和大众心里的感受中间可能有段距离。有人看着26分这个数字点头认可，有人看着同样的数字心里存疑。数据支撑起的王冠含金量需要多角度掂量，口碑撕裂，收视热度与表演评价的温差。我的山与海在央视8套黄金档播出时，有过一个现象：17分钟内收视率从1.1%猛涨到2.0%，第2集更是直接突破2.74%。这个数字把当年央8的开播记录远远甩在身后。剧红了，人却陷入争议，争议的焦点落在他的脸上，那张娃娃脸。在《逍遥》里，他演少女，被指向男主姐姐。有观众说，高清镜头下，他脸上的细节难以掩盖，强做年轻的嘟嘟脸和声音上的刻意调整，反而拉低了角色的真实感。声音上的处理尤为明显，试图用捏嗓子的方法来让声音听起来更稚嫩，但这种做法带来的效果是尖锐刺耳。表演方面，似乎只在几个固定动作上反复发挥，比如歪头、嘟嘴和瞪眼，动作单一，
缺乏层次感。在我的山与海里，他演从山区闯荡深圳的方婉之，时间跨度数十年。为演这个角色，他暴瘦至82斤，素颜体验流水线女工生活。有人看到他的努力，央视剧评赞誉其把岁月褶皱藏进每一寸表演。有人却觉得违和，认为娃娃脸缺乏沧桑感，脸上没有苦难痕迹。这种剧红人潮的怪象背后原因复杂，是观众审美日益苛刻，是表演确实存在提升空间，还是角色与演员特质错配导致的评价偏差？可能都有。娃娃脸成了双刃剑，甜的时候是优势、元气、减龄、无攻击性。一旦离开舒适区，需要演绎复杂、强势、带有岁月感的角色时，这张脸就会被无限放大的审视。不是他演得不好，而是脸先一步给角色定了调。争议出现后，有观众回头重刷剧情，开始注意他的眼神变化、台词节奏、情绪递进。有人发现，其实他的处理并不轻浮，只是外形让很多细节被低估了。他不是没演到位，而是还没被习惯。表演评价的两极分化就这样和收视热度并存，一边是节节攀升的收视率，一边是喋喋不休的演技讨论，中间的温差真实存在。平台逻辑，央视为何青睐谭松韵？央视8套黄金档，很多优秀剧集都想挤进去的时段，谭松韵的剧不止一次出现在那里。像风儿航播过，《我的山与海》播过，新剧也排着队。从下午档到黄金档，它像是央8的宠儿。这种密集排播、重播的行为背后有平台的逻辑。首先是基本盘，谭松韵持续稳定的收视表现，对于央视这样的全民平台，意味着风险可控。它被视为收视保障，或者叫安全牌。剧集交给他，大概率不会砸在手里。数据证明过这一点，他的剧对平台有拉升作用。以家人之名较前部作品上涨135%，5部作品对平台的拉升作用明显。这种稳定性，平台看在眼里。其次是形象压注，谭松韵的公众形象和央视的调性有种契合，国民闺女、清新邻家、无攻击性这些标签贴在她身上。这种观众缘和形象特质与央视追求的合家欢、正能量、广泛共鸣的剧目需求方向一致。央视选剧的眼光一向严苛，能入选片单的剧集质量有保证。且央视向来对于年代剧、生活剧更为看重，谭松韵却既能有年代励志剧，也能有古装仙侠剧同时上星央视。这除了2部剧集的质量过硬外，演女主的谭松韵自然也是一大原因。平台的选择是商业风险控制和内容形象定位共同作用的结果，看重收视基本盘，压住亲民健康的国民度。这2点，谭松韵都符合。于是，平台推力反过来又强化了他的市场地位，循环就这样形成。谭松韵收视女王之争的本质是多重维度碰撞下的复杂议题。硬核数据在那里，26分的 CVB 得分，跨平台的稳定表现；独特观众缘也在那里，那张娃娃脸带来的亲和力，广泛的群众接受度。平台推力明显，央视的青睐不是偶然。但表演艺术评价这一围，争议声从未停歇。娃娃脸的局限，表演层次的单薄，情感爆发力的不足，这些批评声音和收视数据并行不悖。它的市场成功有扎实的数据基础和广泛的群众接受度作为根基，这毋庸置疑。但围绕演技的争议，也揭示了他在艺术突破上面对的挑战和公众期待。在流量与实力常被混淆的讨论环境中，谭松韵案例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。稳定的收视号召力是珍贵的市场资产，
而持续赢得专业与口碑的尊重，则需要作品深度与表演厚度的不断锤炼。他不是没在努力，饱受体验生活，素颜出演，试图用演技撕掉标签，但观众的习惯和期待改变起来需要时间。收视女王这个称号戴在头上，有光环，也有重量。数据支撑它，争议环绕它，是实际支撑，还是过度营销？每个人心里可能有不同的答案。